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如何使用一般的这个 Sony 的摄影机或者是家用摄影机，然后呢连接到这个电脑上面去做 YouTube 的直播。那我今天采用的是我们公司的 Fable 179 Plus 的 HDMI 截取卡，这是 Fable 179 Plus 的 HDMI 截取卡。你看它这边有2个 HDMI 的洞。等一下你要将这个摄影机的 HDMI 连接到这边叫做 HDMI in 看到 HDMI in 的地方接进来。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叫做 USB-C 的地方，那你就连接这条线，这个是 USB 的线，然后连接到你的电脑。所以我现在就是将这个179 Plus 的 USB-C 连接起来，连接到你的电脑。然后你在正式在做直播的时候，请你要注意，一定要用有线网路。这个是有线网路，请你一定要用有线网路连接电脑，这样子你的线上直播才不会断掉。因为 WiFi 实在太不稳定了，一定要用有线网路。然后这个刚刚是连接到这个 Fable 179 Plus 的截取卡。然后呢，将你的 HDMI 的摄影机打开来，连接你的HDMI 的线材，然后连接到你的 Fable 179 Plus 的刚才讲的 HDMI in 的地方接进来。然后你这个摄影机一定要特别选过，不是说所有的摄影机都能用。通常那个 Sony 的摄影机如果在15000以上台币的话，基本上都能用。你在使用之前请你将你的摄影机先连接到你的电视做测试看看。那要怎么测试呢？很简单，请你准备一台电视。好，我们第一个测试的是这个 Sony 的摄影机。好，你就接上去之后，这是 HDMI 输出，把它接进来，接到电视。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电视会出现声音有回音。好，这个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电视有出现回音，表示说这一支摄影机有收音的功能。如果它没有收音的话，就不会产生回音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说，你有没有看到这画面是干干净净的？画面是干干净净的。这样的画面，你在做直播的时候，画面也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电视出现什么画面，你的直播的画面就是出现什么，就这样子。好，我们来测试另外一款。比如说这一款是 Canon 的 500D， 这里是它的 HDMI 输出，这边连接到这边。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把声音打开来，你会发现3件事情。第一个，它画面没有满框，这边有黑边。好，等一下你做直播的时候，这也会有黑边。好。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有些资讯，相机资讯，什么 ISO Auto 电池符号，这些也会出现在你的直播的画面里面。好，第3件事情就是我开声音的时候，它没有产生回音嘛？那没有产生回音表示什么？表示说这一支相机它并没有收音的功能。OK， 所以你要拿这种相机做直播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收音，还有画面会产生这些东西，这些我们称为它没有 clean 的 HDMI。好，那你要怎么把这些消除？你要从相机里面本身去消除，而不是从截取卡。截取卡的角色就相当于是个电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连接你的麦克风。通常我们的麦克风是要对着我们的校长对着我们的长官讲话。那你直接用这个去收音的话，那个声音没办法集中。通常我会建议是用一支外置的一个麦克风，比如说这支麦克风，它是 3.5mm 的，这个是标准的那个相机的麦克风。请记住看它的洞它的洞是 3.5mm 的3环。然后呢，请你去买一个这个 USB 的音效卡，这个台币只有30块台币而已，在露天或者是在虾皮就可以买得到，台币30块、50块而已啦。那你看它这边有个洞，这边有个麦克风的符号，就把它插上去，这样子。为什么还再多买一个这个 USB 的音效卡的原因是，不是说所有的电脑它的洞都是分离式的，它有一些洞是只有一个洞而已。那这个一个洞的话，它就要接那种耳麦。那我们一般要接那种专业的麦克风，它是耳机跟麦克风是分离式的，它是要2个洞的所以这个所有的电脑有可能有1个洞或2个洞。那与其这样，好啦，就算了啦，你就直接买个音效卡，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就插上去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把你的音效卡插入到你的电脑。
我们现在已经连接好了，摄影机连接飞鹏179 Plus， 然后连接到电脑。麦克风呢，透过这个 3.5 AM 的这个音效卡，台币40元、30元，然后连接到电脑。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到电脑去做一些设定。因为刚才已经有连接的这个音效卡，所以请你到右下角这边滑鼠右键，然后把它打开来，这个混音程式，然后这边有一个系统音效这边播放，然后呢把其他的都杠掉，就是你插上去的时候它就会预设到这个 USB 的 Audio， 请你把它关掉停用，然后它就会回复到你的电脑原本的麦克风的地方，请你就打开这个 OBS， 这是 OBS。OBS 打开长这样子，其实大家不用怕 OBS 啊 ，OBS 是这样子，这个画面啊出现什么东西，直播就是出现什么东西。等一下你把你的那个摄影机的画面塞到这个 OBS 这个画面里面去，然后呢，你的直播就会出现这个画面。那不是只有这个摄影机的画面，你还可以再塞入各式各样的影像，比如说你可以一开始第一张是设定说那个欢迎光临。然后再加第二个，这边再加第二个，就是进入到这个摄影机，再加下去，比如说可以设定说这个班级的年度回顾，好，到最后什么谢谢光临，反正你等一下你用你的滑鼠去做这边的切换的时候，这个画面会跟着变，这个画面出现什么东西，你的直播就会出现什么。然后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将这个 OBS 的画面怎么跟你的 YouTube 做一个连接。好，首先我们先加第一个画面，我们这边可以一直加嘛，比如说一直加，比如说我加第一个叫做那个开场白，那我把它拉到最前面去。然后呢，这个开场白到底是什么内容呢？通常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要直播嘛，那就是要有什么欢迎光临之类的。我们可以先做一张图片。怎么做一张图片呢？你可以在 PowerPoint 这边先做图片，线上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呢再给它另存一个图片 JPEG 的图片，存完之后呢，你就去加一张图片，新增一张图片，比如说这边写欢迎光临，然后去抓你的欢迎光临的图片，好，欢迎光临嘛，然后呢再把这个拉大，家长或学生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第二个就加入我们的这个摄影机，我们现在加入这个摄影机的画面出来。你觉得这个场景3的名字不对，你把它改个名字没关系，把它重新命名，改成摄影机。好，那这个摄影机这个场景有什么内容呢？好，这个摄影机就是要抓我们的那个截取卡的画面嘛，这一支截取卡抓这一支摄影机这样子。那它的画面就是什么呢？它的就是叫做视讯装置，截取视讯装置加上去，然后呢我就打那个 camcorder， 随便取个名字。那 camcorder 是什么？它叫做 4K 的截取卡啊，请记得哦，你可以抓 4K 的，也可以抓 1080p 啊。我现在用 1080p 做示范，抓 1080p， 然后这边帧率可以挑最高，那我用30帧做测试，然后可以抓 YUV、NB12。你品质好的话，你就抓 RGB 吧。那我抓 YUV 就好了。好，这样子。然后目前这样是有影像，目前是抓到这只摄影机的画面，有没有看到？好，那我先造一只动物，动物当做是那个小学生。然后呢 ，OBS 就呈现一个动物的画面，这当做是学生这样子。好，我现在有影像嘛，这是这个学生。然后呢，你还要加声音啊。声音的话就是截取音效输入，不是输出哦，是输入。好，我们就打那个 MIC， 然后去抓刚刚那一个 USB 音效卡的部分，这个 USB 音效卡这个。当然啦，如果说你不要用音效卡，你就去抓这个 4K 的那一个。因为 4K 的话就是来自于摄影机上面的麦克风的声音，但是因为摄影机会离主讲者太远了，那个声音无法集中，所以我才外加一支这个 USB 的音效卡，是这一支音效卡，这个自己去买，台币30块这样子。好，我们就去抓到了，然后你现在看到的 MIC 这么会动嘛，对不对？
好，表示说有抓到声音了。我们刚才做了2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这个欢迎光临，然后后来呢，我用我的滑鼠再去选进入这边哦，正式进入毕业典礼这样子。那我第3个，我可以再加我的那个生活点滴。那这个生活点滴啊，有可能是你的影片，然后影片的话也可以抓，这边有个叫多媒体的来源这样子，然后呢去抓，把你的影片从电脑里面影片把它抓出来。比如说我抓这是一个生活点滴的画面这样子，所以啊，你用你的滑鼠就可以做切换。这个是一开始欢迎光临，这个是摄影机的画面，然后这个是生活点滴这样子。那你这生活点滴，你也可以再混入你麦克风，就是主持人麦克风的声音，再加入截取音效输入。刚刚那个主持人的麦克风就是这一支嘛，就是已经建立的，这样子。所以啊，目前我这个东西，这个场景里面就有2个声音了，一个是主持人讲话的麦克风，一个是多媒体的来源。所以我们现在的场景就设定有3个了，第一个。然后再就是照学生，好，这边声音要先做确认哦，有在动，对不对？那把不要的也把它给杠掉，只留下你真正自己加入的。好，那生活点滴这边呢，你也是只留下2个，一个这麦克风嘛，就是这一支的。然后呢，这个多媒体来源的声音就是这个影片本身的。那你这个也可以调个比例啊，怕这个声音太大，这可以调个比例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可以加入这个 logo。好，我们加入一个 logo 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跳这边去，我们加入 logo。logo 其实它就是图片嘛，所以就加入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 PNG 会比较好。好，我去抓那个学校的 logo， 比如说这我学校的 logo 是长这样子。那为了清楚一点，我故意把它放大一点点，这样子。好，这个 logo 啊，其实它还可以做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可以再加入这个，给它滑鼠右键，你可以让它半透明，好，这样子加入半透明的东西，这边就个遮罩这边加上去，然后这边有一个第2个叫阿尔法通道，然后这边路径这边呢，再去选一次刚刚那个档案的图片，再抓一次，然后就可以选择比例这样子。你们看到这边那个 logo 就有半透明这样子，好，就选择这样子。刚刚我们已经做好这个 OBS 上面的设定了 ，OBS 上面出现了什么就是直播什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将这个 OBS 的画面跟你的 YouTube 去做连接在一起。这是你的 YouTube， 那 YouTube 这边的话，你可以，我们先按直播，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 YouTube 直播跟你的 OBS 做连接，请你按这个进行直播。好，如果你按进行直播没有出现这样子的画面的时候，表示说你的 YouTube 的账号还没有认证过，请你打个简讯之类的。通常你会出现这个画面啊，你会出现这个，一定要看到这个画面，按到这边。然后呢，我们今天是5月20号嘛，但是我毕业典礼是6月20号。好，那我就在这边第3格这边，我再新增一个安排直播。我现在是要做6月20号的毕业典礼，我就这边打6月20号。这边打毕业典礼，你这样做的话，你可以先预告家长说，哦，6月20号就是那个开始直播，那我们就按继续。这是不是给小朋友的？你按是吧？因为我这边不是，然后就按继续下一步，安排哪一天，请你安排到6月20号10点这样子，好，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脑关掉啦，等到6月20号的时候再开启。我们刚才已经设定好是6月20号要做直播，所以我们先把电脑已经关掉，已经设定好了。然后现在已经把时间调快，现在已经到6月20号了，我们再把电脑打开来。我要怎么把刚刚6月20号的那个事件抓出来呢？没关系，按这边一样是按进行直播，然后这边有个管理，有没有看到？这边按下去。这边就是即将直播，这边是6月20号的嘛，就按下去。这时候就有了。我们现在已经6月20号了。其实啊，那个 YouTube 为什么可以设定这个预计直播？比如说，我现在预计说1个月以后要直播，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先跟大家先宣告。然后呢，这段时间你学校会的那个频道会透过 YouTube 的演算法，就是放送出去。
那个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你可以跟你的家长小孩说是6月20号，但是其实我实际直播是6月19号，是可以的。那只是一个预定而已，让 YouTube 的演算法将你学校的这个内容给告知大家，这样子。那个只是个大概的时间，不是一个确定的时间。好，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6月20号了嘛，那事实上我们还是同一天嘛，没关系，我就表演给你看。好，这时候你看到这边就有 RTMP 跟金钥，这是 RTMP， 请你将这个 copy 下来。我们现在干嘛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将 YouTube 这个平台跟 OBS 做一个连结。怎么连结？连结就是要靠那2串东西，一个是 RTMP， 一个是金钥，他们的通关密语这样子。他们通关密语一结合起来，就可以将你的 OBS 画面丢到你的 YouTube 上面去做直播了。我把它 copy 下来哈，这个 copy 下来，然后再到你的 OBS 这边有一个设定的地方，这么个串流，这个就是要将 YouTube 的那个频道跟你的 OBS 做连接，然后你这边可以按这个自定，然后把那个伺服器给贴上去。好，然后呢，这边有个金钥匙再到你的 YouTube 那边，这边再把它给复制下来到 OBS 去给它贴上，套用确认。好，这个动作就是将我的 OBS 跟我的 YouTube 的频道做连结，等一下按直播就可以将 OBS 画面送到 YouTube 去了。好，我们在做正式送出去之前其实还是按一下设定，输出这边有串流、录影、音效，你按串流的地方，如果你有 NVIDIA 的这个选项就选 NVIDIA， 没有的话就选264这个，最差才选 X264， 这个是最好的，这个可以让你的 CPU 使用率让它变得更好。然后这边的解析度就打后台都一样，就设定1920×1080。然后这边bit rate 越高越好，你可以设到5000、6000没关系。因为我这边网络不好，我就设3000这样子。然后再按套用。还有跟我们后台有关的是影像这边全部都要打1080哦。那你可以做60帧，也可以做30帧的直播。好，套用，确认，这样子哦。好，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后台已经设定好了，我们只要按这个开始串流，按下去，按下去呢，我们再跳回这个浏览器这边，这边就有了。好，你现在已经看到画面了哦。好，你就可以按下去，就真的就直播出去了。好，我们就真的按出去了，直播了。好。我们已经开始按了直播了哦，然后这是你的滑鼠嘛，你可以去控制你现在播什么东西。第一个是开场白嘛，第二个是摄影机这是摄影机，这样子。这是照学生的，那个动物是学生然后呢，再就是生活点滴这样子，这样就直播出去了。所以你现在看到什么，其实你的 YouTube 直播就是出现什么。好，我们现在实际用我们的手机来看直播的画面是怎样。我用 OBS 去调这个画面，切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画面，切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是好，这手机看到就是实际学生家长看到的画面这样子。所以你在这边可以再加入一些场景。像第一个场景是这个开场白嘛，第二个就是真的是进入到学生的照片的画面，然后第三个才是什么生活点滴，你还在一直增加。反正你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这边 OBS 出现什么东西你的直播就是出现什么。以上就是简单的一个介绍，谢谢大家。